There's one last thing I got to tell you.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I do have one last thing I forgot to tell you about. Except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got one last thing. 千禧年1月的 Macworld， 贾伯斯正式掌舵苹果。从1997年7月到2000年1月，2年半的时间，让苹果起死回生，转亏为盈。但是，貌似一帆风顺的未来，没想到2个月后，贾伯斯会迎来重回苹果以来第一个巨大危机。2000年3月，网络泡沫化，引发全球经济衰退。2002年3月到2002年10月，全球科技业市值蒸发5万亿美金。前一年1999年8月的 Sable 大会，贾伯斯介绍了当时效能最强的电脑 Power Mac G4， 也用 One More Thing 发表了搭配 Power Mac 的终极萤幕 Cinema Display。It's called the Apple Cinema Display。而在这一次 Macworld 介绍完新款的 iMac、Power Mac， 甚至是新的苹果滑鼠。就在大家以为要结束的时候，老贾终于说出 "One more thing" 这句经典台词。But there's one more thing。在苹果产品线的定位 ，Power Mac 都是担任顶级效能的代表，但是为了终极效能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硕大的体积跟重量。这次的 One more thing 发表了我个人认为绝对名列苹果最经典的产品之一 ，Power Mac G4。Cube. And we call this new product the Power Mac G4 Cube, the G4 Cube. 就如同它的名字 Cube 方块一样，本体长宽高都是8寸，装在10寸全透明亚克力的外壳里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冰块。所有的线材、接口全部都在这台 Mac 的底部，没有任何风扇，散热只靠对流。那体积呢是原本 Power Mac 的1/4，但是效能却是差不多。不止在原本的 iMac 跟 Power Mac 之间开创了一条新的产品线，出色的外观设计也让 Cube 这台 Mac 电脑成为苹果最经典的产品之一。但是发表之后，太高的价格、制造瑕疵、没有风扇设计、高负载的使用下，很容易过热，而且重开机。所以在发布1年之后，苹果就发布了新闻稿 On Ice， 把它停产。它也被这样冷冻起来。也因为网络泡沫化、停产的双重打击之下，苹果的股价甚至跌得比贾伯斯回归的时候还要低。那大家也开始质疑贾伯斯是不是不行了，或者是说苹果只是回光返照。但是这些疑虑过了没多久之后就马上消失殆尽，因为3个月之后，苹果最经典的产品即将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 iPod。每一个时期，老贾对于某些材质会有某些执着，像是 iMac 的彩色塑胶、Cinema Display 或者 Cube 的透明亚克力。在2001年 Macworld 的 One More Thing， 这些执着也从塑胶转向金属。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itanium, new PowerBook G4 Titanium. PowerBook G4 Titanium。没有错，就是 iPhone 15 Pro 用的钛。在发表之前，以往市面上的笔电材质几乎都是塑胶，像是当时超像格力的 iBook， 或是专业取向的 PowerBook， 全部都是塑胶材质。为了确保结构的强度，基本上都要做得很厚，所以追求简约轻薄的老贾就在思考，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在当时笔电平均重量都是7、8磅、3、4公斤，而且平均厚度至少2寸5公分的笔电市场中脱颖而出？而解答就是钛。当时贾伯斯跟 Johnny Ive 决定用钛这个材质，但是高难度的金属加工技术跟复杂的内部机构，一度让内部的工程师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绝对不可能如期推出。但是在贾伯斯的现实扭曲立场的作用之下，最后在几周之内成功打造 PowerBook G4 Titanium， 后来也被大家称为钛书。跟上一代 PowerBook 相比，重量成功瘦身，从7磅减到5磅，少了2.4公斤，厚度更是直接减半，直接剩1寸2.5公分。也正是让苹果的笔电进入到金属时代。这次 Macworld Tokyo 发表会，除了再介绍一次1个月前在旧金山发表的 PowerBook G4 Titanium， 也是刚刚讲到的钛书，但是相对于金属的执着，塑胶亚克力老贾也是没有忘，所以这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就额外介绍2个 iMac 特殊色。Got a few more things.
flower power, blue Dalmatian. 花朵色跟斑点蓝，没错，就这样。我个人觉得偏无聊。2001年，苹果从电脑跨足到数位音乐，推出经典产品 iPod。一推出就可以说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风潮，1年之内市占率就直接超过50%。隔年的 Macworld New York 第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就跟它有关。在这之前 ，iPod 一直都是苹果的专属产品，你要放音乐到 iPod 都要用 iTunes 才可以同步音乐到里面。不过也因为是苹果的专属 iPod。Windows 用户就只能在窗外眼巴巴的看着 iPod 的热门，所以这一场发表会第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就推出了 Windows 版的 iPod。But there's one more little thing. Today we are introducing iPods for Windows. 果不其然，随后 iPod 市占率直接冲上92%，基本上就是把世界上所有行动音乐播放器的市场收入囊中。而之后第二次的 One More Thing。就跟 iMac 有关。But wait a minute,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I forgot about. That's the iMac. 上一集有提到五彩缤纷，就像糖果一样，让苹果起死回生的 iMac G3。这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就是它的下一代 iMac G4， 也是我个人认为除了刚刚上面提到的 Power Mac Cube 之后，最经典的苹果产品之一。就跟皮克斯的台灯或是花园里的向日葵一样，这一代的 iMac 解决了上一代 CRT 映像管萤幕超级无敌厚重的问题，用了 LCD 液晶萤幕，把主机板主要零件全部放在底部的半球里面，萤幕直接用镀铬，而且是不锈钢的金属支架固定在上面，它长得就跟向日葵一样。也因为萤幕的重量，所以这个支架几乎可以让 iMac 萤幕固定在任何想要调整的角度，也可以旋转让左右的人有更方便的观看角度。不过最初的版本萤幕只有15寸，所以这一次发表会的最后，贾伯斯用了第二次 One More Thing 发表17寸的 iMac G4， 随后也因为大尺寸萤幕的需求，也推出了20寸的版本，让大家根据需求跟预算选择不同的尺寸。时隔2年进入了金属时期，而且对金属这个元素深深着迷的贾伯斯又有新的目标，也是如今 MacBook 用的材质铝 Aircraft grade aluminum alloy. It's beautiful and it's hard anodized and not painted. 跟钛相比，成本更低、更轻、更好加工，常用在飞机或者汽车的制造上面。所以在介绍新一代 PowerBook 的时候，除了把钛这个材质改成铝之外，也加上了世界首创的背光键盘。当时贾博士认为未来是笔电的时代，所以为了确保桌上型电脑的使用者体验，所以老贾把 iMac 17寸的萤幕原封不动的搬到笔电上面，而且依然维持1寸的厚度。重量呢，虽然比15寸的钛书重了500克，但是当时市场上最大的萤幕，更新更多的连接孔，而且内建蓝牙，还有更快的 WiFi， 还是赢得在场众人的欢呼。就当公布完价格，大家以为要收工的时候 ，One More Thing 就出现了，而且还多出一个 One More Small Thing。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One more small thing. 跟巨大17寸 PowerBook 相比，这个 Small Thing 小东西居然是12寸版本的 PowerBook， 在简报强烈对比之下，更凸显出这台12寸 PowerBook 的轻巧，在当时极具携带性，只有 4.8 磅，2.1公斤，而且效能没有打太多折扣，价格还更便宜，真的让它成为当时需要移动或是有旅行商务需求人士的一时之选。而在最后，居然还有另一次的 One More Thing， 就是这2台 PowerBook 的电视广告。So, I got one more thing to show you today, which is some TV ads.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think of them. I got 2 of them. 为了凸显大小的区别，苹果请来了姚明跟一个侏儒症的知名演员，2个人一起搭飞机。姚明用的是12寸的 PowerBook， 旁边的知名演员用的是17寸，所以2者对比之下，强烈的反差大与小，成功博得台下观众的掌声。不过，如果是现在，可能就有点政治不正确的疑虑吧。这集最后的 One More Thing 是同年的 WWDC， 也是以保密著称的苹果少数发生的官方外流事件。就在发表会的前几天，
苹果官网把预计要发表的新 PowerBook 网站直接上线，导致于所有的规格全部曝光。那理论上应该要气到发疯的老蒋，反倒是化危机为转机 ，One More Thing 就直接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谈谈上礼拜发生的网页外流事件。There is one more thing we wanted to talk about today. Now, some of you may have noticed on the net this. 但是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外流的这台 Mac 规格效能太好，好到不可能是真的。第二个问题，它是真的。第3个问题，它会卖得非常好。On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be true. Nothing could ever be this good. Number 2, it's true. And number 3, it's brilliant marketing on Apple's part.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台64位元电脑。除此之外，外壳也从上一代塑胶全部改成铝合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扩充硬体，像是记忆体或是显卡、加速卡，也因为模组化设计，让它的散热、噪音低到只有35分贝，而且效能对比当时工作站等级电脑还要高出1截。而且重点是价格还只要1半，因此方面扩充还有先进的模组化设计，也让这次的外观模组更新维持将近10年，一直到俗称骨灰坛的 Mac Pro 才完成它的使命。好，那第2集细数贾伯斯的 One More Thing 就先讲到这边。你有对哪些产品印象深刻吗？或是你真的有买过某些产品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内容的话，也可以帮我按赞订阅。我是陈，我们下一集见，拜拜。